重生第9章日全食。因为需要转机，整个行程一下子提升到了20多个小时。好在马里欧弄到了2张 A380 的机票。这种号称空中巴士的大块头不仅有至少容纳500人的空间，而且由于是头等舱，我可以在独立的卧室中休息，所以并不算煎熬。只是到达东南亚转机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穿的衣服在这里完全不合适。面对30度的气温，只好将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件衬衫。我想这就是匆忙出发的后果。马里欧似乎是第一次到东南亚，面对一群陌生的面孔，他又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直到坐上飞往屁国的飞机时，我才忍不住劝他放松一点。可我话刚讲完，马里欧转过脸来看着我的时候，我竟感到了深深的愧疚。这次旅途可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跨越相差50度的纬度带来的全新感受，不亚于身处另一个世界。然而眼前的马里欧却红着眼眶，手里紧紧地握住那部卫星电话，一言不发。很显然20多个小时的飞行中，他应该没有合过眼。他心里清楚，每一次拨号失败的背后，就是赫曼遇难可能性的增加。想到这里，我的心也不禁陷入了无底的恐慌。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承认，他在那种充满未知的孤岛上失联了好几天，生还的几率实在不高。这一点在我们抵达一个叫做纳卯的港口时得到了部分验证。然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不能放弃寻找，哪怕是一丝希望，因为在那里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在意他的生死。下飞机前，空乘人员介绍着当地的气温与湿度。当听到其中一句的时候，我和马里欧不约而同地互望了数秒。机舱的喇叭里传来这样一段话：2天以后，在屁国境内将会出现几乎完美的日全食现象，届时请大家注意安全。在普通人眼里，这也许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同一个位置遇到日全食，一个人最多只能遇到1次，因为这种现象几乎100年不遇。但对于我和马里欧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由于我们身处的地区是一个渔业相当发达的港口，马里欧的计划是在这里租船前往 C 岛，以他的设想是租到一艘性能相当不错的快艇，这样满打满算只需要2个小时，便能带着一些必要的物资登岛。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别说快艇，就算最普通的捕鱼船也只能停在半月形的港湾里。一时间，红色和蓝色的船只一排排整齐地摆成了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上城市。我们一连问了10多家租赁公司，无一例外的答复是，当地政府联合气象台已发出海啸预警，即日起所有船只无法离港，到明天这里的渔港将船满为患。马里欧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位听得懂外语的渔民，他用英文说要租他的船，而一听得他要去的地方是 C 岛，并要立即出发的时候，对方只说了一个单词：死。渔民的意思很明确，他是想表达在这样的时机去那里简直就是送死。而马里欧却不死心，说要重金买他的船，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朋友，我们渔民的船是不会卖给你的，我实在不忍心让你去送死。
马里欧几乎要哭了出来，他红着眼睛抓住了渔民的手道：求求你，求求你，我要去救一个重要的人，他可能遇到危险，如果我不去救他，他会死在那里。请你帮帮我，我一定要去那里。如果你不能带我去也没关系，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一个能带我去的人。这是我的电话，只要有人愿意去，我可以给你很多介绍费。我不了解渔民到底有没有听懂马里欧在说什么，但看对方愣愣地站在那里，望了望眼前这个固执的外国人，又望了望被塞到手里的电话号码，脸上竟露出了一种纠结的表情。我觉得他至少已被马里欧的极力坚持而感染。我将马里欧带离了海边，便给了他建议。本应该是3个建议，因为我很清楚，即便我劝他等危险警报解除后再登岛，他也不会听。何况到了那个时候，别说赫曼，估计连 C 岛都已变成荒岛，更没有救援赫曼的意义了。所以这个建议我没有提，而是提到了另外的2个。第一是，如果船不行，只要价格出得高，水上飞机未必不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其二，赫曼曾经也到过这个港口，马里欧此行就是根据赫曼当时告诉他的最近的路线。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留意一下线索，毕竟赫曼也需要找向导、租船或者飞机。很快我们联系到所有的水上飞机租赁公司都已停止对外服务。当问到近期有没有境外人员的租赁记录时，对方给出的回应是最近半个月来都没有，只有在1个多月前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记录的国籍信息却是 A 国和 J 国人。眼看着天色渐黑，马里欧瘫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发着抖，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1块食物了。我赶紧从包里取了2瓶矿泉水中的1瓶，拧开递给他，他将瓶口缓缓地送到颤颤巍巍的嘴唇边。看得出他已经饿到低血糖，我们要尽快找点东西吃才行。我只环顾了一下，就发现这是一条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各种热带食物应有尽有，好像直到这时，我的嗅觉系统才被打开，瞬间闻到了各种美妙的香味。我就近选择了一家餐厅，坐在户外搭的帐篷里，先点上了2杯黄金菠萝汁。就在喝下的第1口还没来得及呼气的时候，马里欧的卫星电话突然发出了声响，这让我们还没咽下的果汁瞬间卡在喉咙里，呛到一时间无法呼吸。我和马里欧紧张地顾不上找纸巾，他只是用手臂一抹，便接通了电话。我起先以为是赫曼，但是过了大约5秒钟的时间，看到马里欧渐渐恢复平静的脸，我才意识到这不会是赫曼。听得马里欧回答了几声好的之后，便挂上了电话，随即对我道：丽，我要出发了，就是今晚，现在。